最终即使强如三哥，可能也会发现，你要么乖乖做美国的小弟儿，要么独自面对现实的风浪。莫迪4次拒绝特朗普的电话，美印关系就要崩了，三哥的大国梦还能撑多久呢？朋友们，你们敢信吗？美国特朗普连打4次电话，印度的莫迪愣是没接。这在国际政治里就相当于小弟当面撂了大哥的脸，而且还撂了4次。要知道，三哥一向以骑墙意识闻名，俄美之间东西之间、南北之间，凡是有油水的地方都得插一脚。但这次呢，美国终于忍不了。都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那可是在国际舞台上出了名的强势，被印度总理莫迪这么多次挂电话，肯定早就血怒。那么印度真的要跟美国翻脸吗？还是这只是一场大国梦里必然的挣扎？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美印关系究竟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又会往哪条道上去。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赵。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印度的大国梦与墙头草外交。印度的大国梦不是1天2天的事儿。从独立以后印度就有一个战略幻想，既想继承英帝国的光环，又想做不结盟运动的领头羊。冷战时期他一边拿着苏联的军火，一边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到了今天俄乌战争一开打，印度更是直接表演了神之一手，从俄罗斯买便宜的石油，还倒卖到欧洲赚差价，和美国搞什么印太战略，口头上承诺帮忙抗衡中国，实则呢躺平不动，甚至还在金砖跟 G20 之间两头摇摆，一会儿装全球南方代言人，一会儿装民主灯塔新星。一句话总结三哥的外交就是典型的想吃火锅又想喝奶茶，还想不长胖，啥都要。那么问题来了，大家都好奇美国怎么就一直没收拾印度？是不是三哥真的能两头通吃了，一直混到世界的中心？这里就要讲个国学典故。左传云国不可以无政，家不可以无主。美国之所以一开始没急着整顿印度是因为他要先集中力量搞定老对手，俄罗斯、中国还有个伊朗。三哥在这个过程中反而成了一个潜在的棋子。美国觉得可以留着以后再用，但三哥的问题来了，不知收敛，买俄罗斯石油的规模越来越大，还美其名曰国家利益，挑衅大哥，关键时刻不配合美国，还在 G20 场合上顶撞。再就是虚张声势，老想把自己包装成全球南方领袖，抢美国的台词儿。这就好比美国正忙着打群架，结果回头一看，自个儿小弟不仅没帮忙，还在旁边给对手递水递茶，这搁谁受得了不把你就地正法已经是极大的情面了。于是呢，美国最近动作就很明显。当地时间2025年8月6号，白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对来自印度的商品增加25%的额外关税，理由就是印度购买大量俄罗斯石油并借此获利。这招可是够狠，直接击中了印度的经济命脉。印度一直以来都希望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提升本国经济实力。美国作为印度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一关税加征无疑会对印度的出口产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印度的很多企业，尤其是那些依赖对美出口的中小企业，面临着订单减少、利润下滑甚至倒闭的风险。面对美国的制裁，印度也不甘示弱，开始奋起反击。印度外交部发布声明，重申美国对印度加征关税的行为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加伊斯瓦尔表示，暂停为印度海军额外购买6架美国 P-8I 海上巡逻机的计划。8月8日还有外媒报道称，有印度官员表示，由于美国与印度加征高额关税，印度国防部长拉吉纳特·辛格取消访问美国的计划，且印度已经决定暂停执行购买美国武器装备的计划。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印度这次是铁了心的要跟美国硬刚到底。美国国务院官员接连放话，点名印度的人权问题跟民主倒退。国会有人提出要重新审查印度的贸易优惠，而特朗普更是急得直接连打4次电话，
结果呢，莫迪老线全给挂了。要知道，美国最不能忍的就是小弟儿不听话，这在历史上有无数案例。韩国、菲律宾甚至沙特，凡是稍有忤逆，美国马上敲打。如今呢，显然是轮到印度三哥，美国不可能再装看不见了。那么莫迪的算盘与三哥的豪赌是什么？都知道印度一直跟美国的关系，他现在突然咋就这么硬呢？大家可能要问了，莫迪凭什么这么硬气？真就不怕美国翻脸吗？这背后有几个原因：国内选票的需要，印度正在全力炒作大国崛起的叙事，莫迪要向国内交代，必须摆出一个不卑不亢的姿态。毕竟印度的民主主义情绪非常强烈，越是敢跟美国顶嘴，越能赢得掌声。俄印关系的底牌，印度的武器装备70%以上依赖俄罗斯，石油进口更是雪中送炭。没了俄罗斯的支撑，印度哪来的自信跟实力呢？还有多极世界的幻想。莫迪坚信未来不是单极霸权，而是多极世界。这三哥当然要做其中的一极，所以在他看来，不能永远给美国当小弟儿，必须要有独立的姿态。不过说到底，这是一场豪赌。就像《三国演义》里刘皇叔那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三哥现在的问题就是实力还没到，姿态摆得太大。再来看美印关系的三大裂痕。美印关系现在危机主要集中在三大痛点：战略互疑，美国要印度牵制中国，但印度更在意自己能不能超越中国，两者的目标完全不一样。美国想用印度，印度想利用美国。还有经济摩擦，美国长期对印度的贸易逆差不满，特朗普时期甚至一度取消印度的普惠制待遇。如今如果矛盾再激化，印度的出口产业会首当其冲。还有价值观的分歧，美国喜欢打民主牌，但印度近年来宗教民主主义、克什米尔政策、人权问题正好是软肋。美国一旦要敲打，分分钟能把印度送上新闻头条。就像今天的委内瑞拉，这三大裂痕的叠加，注定让美印关系进入蜜月结束期。那么美印关系就真的要崩了吗？答案是未必但会越来越表面客气，背后较劲儿。他一定会继续保持多边外交，一边在金砖喊口号，一边在四方安全对话凑热闹。莫迪老乡会继续打民主主义牌，通过跟美国顶嘴来刷国内的声望。美国也不会轻易放弃印度这张牌，毕竟印太战略少了印度，就像麻将缺了一张腰筋儿。但美国就会通过经济、舆论、人权问题来敲打，逼印度收敛。换句话说，美印关系会进入一种互相嫌弃又不得不合作的尴尬姿态。就像古人说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莫迪的4次拒接电话，表面上是印度的硬气，背后却是大国梦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三哥想两头通吃，但世界的秩序不是自助餐想多拿一盘，总得有人给你上菜。美国不会永远纵容，俄罗斯也不会无限的慷慨。最终即使强如三哥，可能也会发现，你要么乖乖做美国的小弟儿，要么独自面对现实的风浪。大国梦不是靠嘴硬跟姿态就能实现。所以美印关系的未来大概率不是彻底翻脸，而是爱恨交织。美国要用印度，印度要利用美国，两边斗气斗到最后还得在一起拍合照。